您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对中国抗战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非常熟悉。它广泛出现在中国的教科书，也包括历史博物馆的展厅上。它的注解呢，就写着这是1937年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期间的一个重机枪阵地。照片上呢，一个士兵啊在重机枪前面在射击，后面站着一个指挥官啊。但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这张照片其实拍摄地点既不是平型关，时间也不是在1937年的9月份。实际上，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1937年的10月份。平型关战役结束之后啊，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115师啊就躲到了太行山里。在10月份的时候，来自于国统区的一个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来到了太行山，要拍一个平型关战役的纪录片。于是呢，他们就在太行山的这个区域里面重新摆拍了一场平型关战役。为配合作战，朱德、彭德怀于9月23日致电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并告副师长聂荣臻，第115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当时啊，把林彪啊、聂荣臻呢，他一些八路军的指挥员搞在一起开会，拍的一组照片。然后呢，又把这士兵叫到山上，对着那个山谷里头咚咚咚咚打枪，拍了一些照片，也拍了一些摄影作品啊。那么这个电影后来就成为了后续引用平型关战役过程中间的关键史料。但其实无论这张照片也好，也包括拍的这个影像也好，都不是真实发生于平型关战役的真实的历史情景。因为当年在1937年的时候啊，八路军是没有自己的随军摄影记者的。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张照片呢？是我觉得这张照片的背后的故事啊，让我觉得挺感慨的。就是历史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分不清它是真实的历史还是电影。真正把这张照片背后故事考证清楚的呢，是一个中国的教授啊，这个人名字叫江克石，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在日本的大学里头做教授啊。他在日本呢，他本来学的是文学，博士毕业之后呢，就在日本的冈山大学做教授啊。但是他业余时间就发现了日本呢公布了很多战时的那个军事档案，这些军事档案呢跟中共公布的这些历史资料啊，也包括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于是呢，他就产生了一些好奇心，业余时间也搞起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些考证啊。我今天就要讲他考证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日军档案谷》里面的平型关大捷。说到平型关啊，大家都知道啊，中共的历史叙事过程中间，这是八路军啊抗日战争期间打的第一场这个大胜，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军队啊在抗战期间获得的第一场大胜。那当时讲到是林彪指挥的115师啊，在平型关这个地方呢，消灭了日军主力4000余人。然后后来呢，这些年这个数字啊，好像有点缩水啊，从4000变成了3000，由3000变成了2000，最后又变成了1000啊。这部队呢，从主力部队变成了后续部队，又变成了增援部队，然后加上辎重部队啊，这一变来变去。但是基本上现在的历史叙事是稳定在了这个击毙1000人。然后呢，对这场战役的描述呢，那是非常精彩啊。就讲到林彪啊，作为指挥官呢，3次到这平型关附近的桥沟那里头去侦察，然后呢，就设计了在桥沟这个地方设伏、埋伏。9月25日清晨7时，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日军判明形势后，试图争夺高地，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但实际上，真实的平型关战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这消灭1000日军也是极其夸张的，因为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不是平型关大捷啊，在整个平型关战役过程中，日军的总伤亡人数就是1000人。这里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平型关战役跟平型关大捷之间的关系啊。所谓平型关战役，是从9月21号，1937年的9月21号，由日本的第6师团发动的。日本的第6师团当时发动平型关战役啊，只是想教训一下晋绥军，因为1年前搞的绥远事变啊，日军吃了亏，
所以他这1年之后想报一下仇啊，收拾一下晋绥军。当时这个第6师团呢，它不是满员师团，只有3个中队，一共只有4500人。当时的战略目标啊，也不是要打到太原，但是没想到后来这场战役打着打着，太原就给他攻下来了。但这只是一个结果，不是一开始的战略目标啊。9月21号，日本的第6师团呢，发动了这样的一种出征令。那整个平型关战役呢，大概持续的时间啊，分为3个阶段。从9月22号到9月24号是第1个阶段，日军呢开始进攻。当时晋绥军这方面呢，有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也包括阎锡山的晋军，这2部分军队加起来大概有6万人。应该说从兵力来讲啊，国军是占据了绝对主力，还包括八路军的115师，当时有3、4千人啊。但是呢，由于日军当时的装备比较精良啊，战斗力比较强啊，所以这4500人啊，从9月22号开始发动进攻，到9月24号始终占据着战场的主动。但是9月25号到9月26号，晋绥军发动反攻，把整个日军开始切割、包围，包括后路基本都给抄了。这反攻阶段，当时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消灭这第6师团这4500人，因为毕竟这人数是绝对劣势嘛。结果呢，从9月26号到9月28号，日军就重新打通补给线，也就是从灵丘方面又来了援军。然后呢，这补给线打通之后，从9月29号到30号开始进入到全面战略反攻。大概平型关战役是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平型关战役呢，8天的时间里面啊，主要战场都发生在晋绥军跟日军之间啊。八路军呢，只是在侧翼进行骚扰。当时啊，9月25号这一天，阎锡山他不是要整个反攻吗？就给八路军发了作战指令，要求八路军115师啊，在战场上要进攻日军的侧翼。实际上，平型关大捷就发生在9月25号，整个平型关战役，国军开始反攻过程中，八路军在侧翼进行了一次伏击战。这个伏击战的地点呢，就在当时平型关不远处有个叫桥沟的地方。这个桥沟啊，是从灵丘县到日军的第6师团的战斗总部啊关沟村之间的一个必经之路。这条路呢，大概有3公里长，这两面的崖大概有10米左右。当时这关沟里面呢，就是通行的这个马路，因为当时啊，无论是日军行进，也包括后继的补给，都必须通过这条沟。那么这条沟当时是不是林彪当时独谋呢？实际上，经过江克石教授的考证，发现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其实这条沟啊，你只要到那现场一看，你就会发现，那这个地方，你有点军事常识都会在这设伏。而且从9月22号到9月24号，国军其实在这地方已经设伏好几次了，只不过当时国军的战斗力比较渣呀，那一个营的军队跟日军的主力碰在一起的时候，一触即溃，所以是日军也没把这个国军设伏当回事儿啊。所以林彪在9月25号在这个地方设伏，实际上是个军事常识，并不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军事天才的奇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就是整个平型关战役过程中间，到底击毙了日军多少人？到底这战场是怎么回事呢？这江克石的教授啊，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啊。他这个发现，林彪当时在这个桥沟这地方设伏啊，实际上他是有一个真的奇谋。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桥沟啊，当时是位于当时日军呢，他的前线战斗部队跟灵丘县之间，也就是他的后路。那么这个后路啊，他为什么在这设伏呢？而且他喇叭阵的开口啊，是对着日军的前线阵地方向。所以江克石教授啊，经过考证，他认为啊，林彪当时的心思在这里头，他既不想主动去进攻那些主力部队啊，他是寄希望于阎锡山他们的晋绥军打败日军之后啊，日军如果从前线溃逃下来，他进入到这个口袋阵，哎，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日军的残军，这个既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同时呢还可以怎么说扩大军事战果。而且林彪当时的想法非常好，一方面要保存实力，不上去硬拼，同时呢，真要是晋绥军打赢了，这败军如果从这过的时候，我还可以收拾他们。聪明啊，真的是有谋略啊，真正的谋略在这里啊。就是无巧不巧啊，林彪在9月25号设伏完了之后呢，这一天真的在这个桥沟这地方发生了2场战斗。这2场战斗，江克石教授啊，都在书里做了详细考证。
首先是这天上午9点30分呢，就从关沟村那方向呢开来了50辆左右的汽车，日军的一个所谓的辎重部队啊。那么为什么要开这个辎重部队呢？他一查档案，其实非常清楚，因为日军从9月22号到9月24号打了3天嘛，到9月24号的时候有点打不动了，尤其是晋绥军开始反攻事态啊。9月25号这一天，日军就要求这支辎重部队回到灵丘县方向啊，去运援军过来，因为自己前面打不动了嘛，战场事态对自己不利嘛，所以这50辆汽车都是空车，车上什么都没有，是准备到那边去拉援军的。指挥这支辎重部队的人呢，叫新庄中佐，是日军的一个辎重部队的中佐。辎重部队啊，在日本的军队序列里头算是一个正式的序列，但是呢，它肯定不算是主力啊。这个新庄中佐就是辎重部队的一个中佐嘛。这支部队的数量大概多少呢？不到200人，一共就100多人。这100多人呢，就汽车的司机呀、搬运工啊，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些战斗人员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数量，而且没有重武器，加起来一共只有2挺机枪。你想想，100多人呢。那么9点30分进入到这里头开始打。当时呢，八路军115师这边呢是686团的李天佑。这李天佑呢，后来在建国之后做了上将啊，开始进攻。这日军呢，拿着重机枪开始扫射。实际上，当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要明显好于日军。日军当时一开始经历了这短暂的慌乱之后，很快就冲到两侧的山峰上去了，占领高地之后，跟八路军之间开始对射。这里头呢，日军有一个班的兵力，大概就20-30人，就占领了一个叫老爷庙的高地。双方在老爷庙的高地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你去看，中共的平型关大捷的书里面都有关于老爷庙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啊。这个描述就比较夸张了，说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还有那个大炮。结果呢，八路军就反复浴血冲杀，最后把这个敌军都消灭了。但其实呢，那当时日军就只有20-30人，带了1挺轻机枪，跟八路军鏖战了4个小时。战斗开始之后不久啊，这个新庄中佐呢就中弹了，中弹了之后呢就毙命了。于是，在12点40分左右呢，这个四村当时他的一个少尉啊就宣布啊，接到命令之后就开始撤退。在这个过程中间，在11点30分左右的时候呢，从后方来了一支救援部队，是一个小队，100人左右。所以整个日军的战斗部队啊，在这里头一共加起来是350人左右，而八路军这边是多少人呢？3000人左右，差不多10倍于日军。但10倍于日军的这样的一个八路军的这个敌我事态啊，双方激战4小时，而且口袋阵那边也没扎住，后面那个敞口始终是敞着的。当时八路军曾经想要把那后面的口袋阵给扎起来啊，结果日军一个白刃冲锋就把这个八路军的军队给冲散了。最后那个所谓的那个口袋阵就始终是敞开的，所以后来从12点40分日军开始撤退啊，全部从这个桥沟这里头撤回到他们的出发那个地方。临走之前把那些汽车都烧毁了。下午3点半，日军重新回到了关公村集结，于是开始统计这场战役啊伤亡情况。日军一共死了62个人，就这场战役。伤亡大概伤亡了30多个人。这就是这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主战场，就是老爷庙啊，激战老爷庙那个区域的主战场。现在的平型关纪念馆那个位置就在这里啊。无巧不巧啊，就是在这个老爷庙这边打的时候啊，在上午11点左右，就是个桥沟的北部区域又来了一波日本人，日本军队啊。这波日本军队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从那个灵丘方向过来的，是日军的行李部队。这行李部队啊，是大概有100匹马拉着车，这些行李上装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些干面包，再加上一些棉衣，是给前线部队啊去送这些物资的啊，还有一点点零星的这个战斗的这个物资啊。这支部队呢，大概有那么70-80个叫特务兵，再加上15个啊普通的步兵啊。什么叫特务兵呢？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特务兵在日本的军队里头，实际上是要非战斗人员。特务兵是一个好听的词，最早他们叫轮族。轮族你一听，这就是充满歧视的一句话。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日军军队的苦力。这些人不需要打仗，平时也不做军事训练，
因为他就是做苦力的嘛，运伤员呐、运粮食啊、运军衣啊、运弹药啊，就干这些啊。所以这些人是毫无战斗力，这些人大概有那么70人左右，再加上15个护卫的士兵，这是这支部队啊。然后呢，这支部队在进入到这个乔沟村之前呢，正好碰到了一组7个人。这一组七个人呢，正好凌丘过来那边，司令部过来里头有一个参谋，这个参谋叫桥本忠佐，他本来是到前线的那指挥部去的啊，开着一辆汽车，但是无巧不巧呢，24号这一天呢下大雨，他们这个25号开着车走的时候，车就陷在泥里头了，走不动了。于是这个桥本忠佐下来之后，跟自己的那几个人呢就开始徒步前进，走到这个桥沟村的这个桥沟的沟口的时候呢，跟着这个辎重啊行李部队汇合了。于是他们就走到了这个桥沟里面，结果进到这个桥沟里面，就遭遇到了八路军的115师的这个围歼，这支部队几乎被全歼了，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00人，只有6个人活了下来。进去之后呢，一开始打由于这些特务兵平时也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在上面全是重机枪的武器啊，包括迫击炮、手榴弹，这些人就开始慌乱之间乱跑。这个桥本忠佐是个参谋，他现场在指挥，但他指挥他没有什么军队啊，也冲到了那崖上跟八路军之间进行对射啊。对射的过程中，但实际上渐渐就火力就不支了，所以这支部队最后只活下来了6个人。这6个人呢，有的是藏在那个小洞里头，有的是装死躺在那死马下面，结果后来被日军重新回到战场之后救起来。那么整个平型关战役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平型关大捷，不是平型关战役啊。那么统计这南北2个战场啊，日军死亡的总数有非常精确的数字，因为日军的这个档案资料啊，它非常完备，它在战争结束之后呢，有战场总结报告，然后死亡的士兵呢都有死亡记录，死亡记录之后，根据这死亡记录呢，还要给家属来发抚恤金。当时日军的抚恤金也挺高的，相当于这个军队啊1年收入的20倍的抚恤金呢。那你想很高啊。那么日本的后生者也保存着完整的这一部分记录啊，所以江克石教授就根据这些数字一统计呢，整个平型关大捷呢，日军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62人，其中158个人可以有精确的知道姓氏、军籍、军阶，他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这个呢，在日方的档案里头都有非常完备的保留。受伤的呢，大概100人左右，所以加起来整个平型关战大捷啊，就是中共宣称的平型关大捷，日军这边整个伤亡总数也就是200人左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想想，跟中共宣传的歼敌1000余人，那还是相差很多的，那还差了7、8倍呀，是吧？我为什么要花这1天的时间介绍一下这本书呢？我觉得江克石教授在这本书里头讲的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在战争期间啊，其实这个双方为了政治宣传呢，都有意无意的夸大这种军事战果啊。因为政治宣传它就是要制造一个极端的民族英雄，不光是中共那边搞，其实日本也搞。比如日本当时宣传这个日俄战争期间有一个军神嘛，叫山口军神嘛，实际上被证明就是塑造出来的。而这个后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啊，那珍珠港不是遇袭嘛，日军宣传的9位军神呐，轰炸这个美军的基地。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有意无意的就漏掉了一个被击落的日军的飞行员。这个日军的飞行员不就落在那个罗伊岛上了吗？落到罗伊岛上之后，引发了日裔跟后来土著之间的冲突吗？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美国把所有的日裔都关到集中营吗？但是日本的宣传力把这一部分全都拿掉了，也就是通过这种刻意的塑造极端的英雄，来让那些普通的人呢，来为日本军国主义啊当炮灰来献身。日本当时就是这么搞的。其实中共也是如此啊。平型关大捷当时啊，中共第一时间发出来之后啊，蒋介石真的给嘉奖啊，通令嘉奖。为什么？因为当时啊，日本呐有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整个中国都渴望跟日军的一胜。那八路军当时爆出来的平型关大捷啊，那确确实实鼓舞士气啊。而且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心眼，说你要鼓励八路军呢去跟日本人干，
因为当时国共也是面和心不和啊。虽然说八路军也到战场了，但他其实基本不受那些集团军方面的节制啊，他自己独立搞啊。所以蒋介石希望能通过鼓励八路军，让他们真的去跟日本人打，这是第一次被利用啊。所以他的观点是，中日韩这3个国家，其实啊，就是由于都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解释历史，而不是真的面对真实的历史啊，导致了其实这个很难和解。但日本由于战后啊，他整个和平宪法之后呢，这些所谓的那极端塑造的英雄呢，就从教科书啊、历史里头全都消失了。慢慢，大家开始回归了一个正式的、真实的历史场景。这个呢，你从日本公布了全部的战争期间的档案，然后这方面的研究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但中国方面就不一样，中国方面其实平型关战役被利用啊，它是被利用了3次。第一次就是江克石教授所讲的，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希望渴求一胜，于是夸大了这么一个战果。其实不光是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也被夸大了啊。在日军的记载过程中，无论台儿庄战役还是包括这个平型关战役，都是一场非常普通的战役啊。而在战争期间，八路军塑造的那就是还有其他的，等一会儿我们再讲。第2次利用实际上是1945年，国共要打仗。国共要打仗的时候，共产党有个理论是什么呢？说8年抗战呢，都是我中共军队在抗战呢，国民党其实都在躲在那山里头啊。所以他现在要摘桃子啊。老毛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那你要论述中共是抗战过程中间的中流砥柱，那你总要有势力吧？势力是什么呢？中共整个8年期间跟日本人打，能拿得出手的其实就是2场战役，一场是平型关战役，一场就是百团大战。所以平型关战役必须把它塑造成一个当时不得了的胜利，这是政治需要。第3次利用其实就是建国以后，中日关系啊反反复复，大家都知道啊，曾经有过蜜月期，但最近这10-20年，中日关系总体来讲实际上是不和谐。那不和谐的结果就导致了所有跟日本的这种战争也好，战争记忆也好，都会被反复强化，甚至被反复作品化、故事化。这是基于不光是中日关系的考虑，还有一个爱国主义的考虑，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考虑。要通过这些战争的故事化、作品化，要塑造一种新的共同记忆。这种共同记忆跟所谓的历史事实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江克石教授通过考证就发现，其实关于这个抗日战争期间有几个所谓的共同记忆都是假的。你比如说狼牙山5壮士嘛，狼牙山5壮士啊，这5个人实际上是被困之后啊殉国行为，要说也蛮这个壮烈的。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叙事过程中间就说歼敌日军100多人，5个人呐，最后呢弹尽粮绝之后跳崖。但日军的档案有清晰的记载，整个在狼牙山5壮士那场战役过程中，日军只负伤了1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叙事其实跟历史的史实之间就没什么关系。还有那刘庄保卫战，那刘庄当时新四军有82名，这一个连啊，最后呢全部殉国了。说当时歼敌日军几百人，但是他一查日本的档案发现呢，日军的档案记载日军只死了2个人。要说这82个人集体殉国也很了不起，但是呢，你非得要把它夸张成消灭了日军几百人，那这就是非常荒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历史叙事跟政治宣传之间，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只成了一个载体而已，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问题是，就这样一种把历史工具化的一个叙述体系啊，真的对我们今天认真的去理解历史和面对未来是有危害的。你想想，其实中日战争啊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是呢，你想想东亚这几个国家啊也没有和解，天天大家还在吵来吵去。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当时这场历史发生的真实的内容并没有用一种历史学的态度去看，都是基于一种宣传的态度啊去解释历史。而这种宣传实际上都是立场先行的，结论先行的。所有的这些中日历史叙事都最终指向的是仇恨历史，仇恨日本，而不是指向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但是啊，当这一切啊
遇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说日方的这些档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所有的那些历史构架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呢，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历史的真实，在宣传过程中间，他真的不太在意。那当年不是有人在说狼牙山五壮士的这个历史的事实了吗？结果还被北京的法院判决，说这就是民族的共同记忆，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要违反了，你就犯法，你就侵害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名誉。但是其实非常可悲的是啊，就是这种所谓的叙事宣传，它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封闭的信息环境里头来维系。一旦这个信息的屏障被打开，人们就会发现整个这些宣传都是假的，整个这一套叙事体系都是假的。它能构建起来我们真实的民主主义和我们的爱国情感吗？或者说，它构建起来的这种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它真的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帮助吗？有益处吗？所以啊，我今天的节目最后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江克石教授的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他提出来的问题啊，这真的令我们去沉思，怎么面对历史，怎么面对未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并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两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